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少帅的掌心宠》，携宝归来故事解说。燥热的氛围笼罩着督军府内院。今日是萧家少帅萧云征的24岁生日。萧云征的父亲看着正值壮年的儿子，心里始终惦记着萧家世代单传的香火大事，一心想要让儿子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。萧父满脸笑意地对着萧云征表示要送他一份特殊的生日大礼，能让他真正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萧云征敏锐察觉到不对劲，当即开口询问父亲。茶水里面到底放了东西？萧父没有丝毫隐瞒，直言萧云征已经长大成人，理所应当为萧家开枝散叶。他指着房间里摆放的各类孩童物件，告诉萧云征这些都是提前为未来的孙子准备的。随后再次强调，萧家世代单传，延续香火的重任全部落在了萧云征的身上。萧云征瞬间明白过来，知晓父亲是在自己的茶里下了药，满脸不敢置信，出声质问父亲为何要这样做。萧父丝毫没有愧疚之感，还兴致勃勃地拿出自己亲手制作的木枪，向萧云征展示，称这是给未来孙子准备的玩具，满心期待自己能早日抱上孙子。安排好一切后，萧父吩咐身边的女眷留下来，好生伺候萧云征，直言谁若是能怀上萧家的子嗣，就会得到重重的赏赐。他对着萧云征感慨，自己当年都没有这般福气，叮嘱萧云征好好把握机会，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。说完这些话，萧父便带着其他人转身离开，将房间彻底留给了萧云征和几位女眷。混乱的房间里，萧云征满心抗拒，厉声呵斥身边的人滚开，坚决不愿接受父亲安排的一切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林秀兰正满心欢喜地盘算着心事。她辛苦攒了8年的钱财，终于凑够了母亲的医药费，想到明天就能回家，彻底摆脱当下煎熬困苦的日子，不用再在这压抑难熬的地方受罪。林秀兰的心中充满了期盼。就在她憧憬着归家的生活时，有人给林秀兰递来了一封家书。看完信件后，林秀兰便按照安排留在一处住所落脚，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干活。她看着自己辛苦8年攒下的微薄积蓄，心中满是感慨，这份底层的劳作实在太过辛苦，根本不是常人所能承受。深夜，林秀兰在陌生的房间里遭遇了意外，黑暗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手足无措。她慌乱地询问眼前陌生男人的身份，拼命向对方求救，却根本无力反抗。剧烈的疼痛席卷全身，林秀兰彻底陷入慌乱。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陌生房间，遭遇了无法挽回的变故。待一切平复后，林秀兰的内心充满了绝望。她深知在当下的世俗规矩里，女子未婚失去清白是要被进猪笼的重罪。这一刻，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毁了。但转瞬之间，她又想起家中病重的母亲，母亲还在等着她送最后一笔救命钱治病。为了母亲，她绝对不能在这里纠缠耗费，必须尽快脱身回家。此时的萧云征尚且不知女子的身份，看着眼前慌乱无措的林秀兰，主动开口询问了她的名字，并郑重表示自己会对她负责。次日，萧云征立刻叫来身边的李副官，下令让他彻查昨夜与自己共处一室的陌生女子的所有信息，一心想要找到对方兑现承诺。萧父依旧心心念念着抱孙子的事情，见到萧云征后，立刻拿出自己亲手打造的孩童小物件，再次追问儿子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抱上萧家的孙子。面对父亲的反复催促，萧云征只觉得百般无聊，态度淡漠的不愿回应。萧父见儿子始终不将成婚生子的事情放在心上，瞬间动了怒火，怒斥萧云征已经24岁，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，却始终不肯娶妻生子。萧云征无奈推脱，成婚的事情以后再谈。一旁的长辈连忙开口打圆场，劝解萧云征的父亲不要动怒，还提起外界一直有传言说萧云征不近女色。这些流言蜚语让萧父怒火更盛，当即放话要严惩散播谣言的人。身边的人连忙劝阻督军息怒，告知他旁人的闲话无需放在心上。众人顺势再次劝说萧父，当务之急是尽快为萧云征挑选合适的女子成婚，甚至提议当晚就为萧云征安排洞房，早日诞下子嗣。面对众人的逼迫和安排，萧云征明确表态，自己对所有人为安排的女子都没有丝毫兴趣。他的态度让萧父越发着急，甚至忍不住怀疑萧云征真的如同外界传言一般。萧云征不愿继续纠缠此事，以军务繁忙为由转身离开，拒绝配合家人的安排。萧父看着儿子决绝的背影，满心无奈与焦急，不断感慨萧家世代单传，若是萧云征始终不成婚生子，萧家便会彻底绝后。家中女眷也纷纷劝说萧云征，告知他整个萧家的未来都寄托在他身上，只有他诞下孩子，家人们往后才有盼头和依靠。另一边，李副官按照萧云征的吩咐，全力排查昨夜留在府中的女子踪迹。管家向李副官汇报排查结果，称昨日府邸中只有一名工期结束准备回乡的女佣离开，
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女眷出府。这名女佣多年前便来到督军府做工，原本是穷苦学生出身，府里的人都只知道她的小名兰子，无人知晓她的真实姓名。李副官立刻派人前往学堂核查信息，但时隔多年，学堂里已经没有人记得这名女子的相关踪迹，所有线索全部中断。萧云峥看着手中模糊不清的女子画像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始终想不起昨夜女子的真实样貌，只能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查清对方的身份，找到那个消失的女人。即便线索全无，家人的催婚也从未停止。萧父依旧日日催促萧云峥成婚，拿自己18岁便成家的经历对比，怒斥萧云峥不懂事。萧云峥不愿争辩，转身离去，气得萧父在身后暴怒大骂，满心委屈的感慨自己费尽心思筹备一切，只为盼一个孙子，到头来却事事落空。时间转瞬即逝，6年时光匆匆而过。曾经意外失身的林秀兰，独自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辛苦拉扯2个孩子长大，哥哥名叫林佑辰，小名晨晨，弟弟名叫星星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独自承受外界的流言蜚语，辛苦赚钱抚养孩子，日子过得清贫又艰难。这天，林秀兰带着2个孩子回乡，恰巧遇上嫁入督军府、风光无限的妹妹林瑶瑶一家人。林瑶瑶的家人看到衣着朴素、带着2个孩子的林秀兰，瞬间满脸嫌弃，态度十分刻薄。林家众人认为，如今林家因为林瑶瑶嫁入督军府，已然是有头有脸的人家。林秀兰未婚生子，带着2个孩子回乡，只会给林家丢脸。林秀兰的亲人纷纷出言嘲讽，直言林秀兰只是督军府的普通厨子，根本上不了台面，连给风光的林瑶瑶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林瑶瑶的丈夫大海更是姿态傲慢，提醒林秀兰的父亲，如今督军严查妇德，林秀兰的所作所为若是被人深究，很有可能连累整个林家。林秀兰的父亲听闻此话，瞬间怒火中烧，当众厉声呵斥林秀兰，怒斥她不知廉耻，未婚生子还带着2个孩子四处走动，让自己和整个林家颜面尽失。年迈的父亲情绪激动，甚至抬手想要动手教训林秀兰。年幼的晨晨看着外公要殴打母亲，立刻勇敢地挡在林秀兰身前，满心害怕却依旧坚定地护住母亲。外公见孩子阻拦，怒火更盛，扬言要连孩子一起教训。林秀兰连忙护住2个孩子，恳求父亲所有火气都冲着自己来，不要惊吓到年幼的孩子。林家众人依旧不停嘲讽，大肆炫耀林瑶瑶嫁得风光，每个月都能靠着丈夫在督军府拿到丰厚的酬劳，是全村人都羡慕的对象。反观林秀兰，带着2个没有父亲的孩子，活得狼狈不堪，丝毫没有体面可言。年幼的晨晨十分维护母亲，当众反驳众人，直言自己的母亲可以教自己和弟弟识字读书，是旁人比不上的。孩子的反驳彻底激怒了林家众人，他们将所有过错都归咎到林秀兰身上，认为是她教坏了孩子。混乱之中，有人动手推搡，让林秀兰险些摔倒。孩子看着母亲受委屈，满心愤怒，当场和林家众人争执起来。就在双方争执不休，场面愈发混乱之际，李副官突然带人出现，瞬间制止了现场的闹剧。林家众人见到督军府的李副官，瞬间一改嚣张姿态，满脸谄媚地上前讨好，热情迎接李副官的到来。林瑶瑶的父亲连忙恶人先告状，向李副官哭诉，称自己的女儿林秀兰妇德有亏，未婚生子，品行不端。一旁的家人也连忙附和，抹黑林秀兰是天煞孤星，晦气缠身，谁靠近她都会遭遇灾祸，劝说李副官远离林秀兰，避免被她连累。年幼的晨晨看着母亲被众人肆意诋毁，受尽欺负，满心无助，对着李副官苦苦哀求，恳请他出手救救自己的母亲。孩子稚嫩又真诚的求助声，让李副官瞬间心生触动。此时，李副官仔细打量着林秀兰，意外发现她的手腕上有一处特殊的胎记，和6年前少帅萧云峥描述的神秘女子的胎记高度相似。他再看向旁边的2个孩子，看着孩子的眉眼轮廓，赫然发现2个孩子的样貌几乎和少帅萧云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李副官心中瞬间有了猜测，虽然年纪看似略有出入，但孩子的眉眼神态绝对不会出错。恰逢明日就是少帅萧云峥的生日宴，督军特意下令，允许全城孩童入府为少帅贺寿，增添喜气。思虑再三后，李副官当即决定，带着林秀兰母子3人一同前往督军府赴宴，让少帅亲自确认3人的身份。林家众人得知李副官要带林秀兰母子去督军府，瞬间满心惶恐，连忙出声阻止，声称2个孩子来路不明，身份卑微，若是冲撞了督军和少帅，所有人都承担不起后果。李副官态度强硬，直接驳回了众人的质疑，无人再敢反驳他的决定。回到督军府后，李副官第一时间找到萧云峥，向他汇报自己的发现。
告知萧云征自己6年来终于有了当年那名女子的线索，只是对方的胎记和萧云征记忆中的模样略有出入。萧云征听闻消息，瞬间神色大变，迫不及待地追问女子的下落。得知女子和孩子明日会来参加自己的生日宴，萧云征立刻下令，让人全程留意宴会现场，务必将人带到自己面前。为了不错过线索，萧云征提前赶回督军府，等待宴会开始。途中下人询问是否需要清理道路，疏散围观市民。萧云征得知是父亲肆意安排的排场，满心无奈，直言让父亲自行收拾烂摊子。次日，督军府的生日宴如期举行，现场宾客云集，排场盛大。萧父看着热闹的场面，满心欢喜地向萧云征炫耀，称自己为他筹备了盛大的生日宴，刻意为他讨福气、攒喜气。萧云征却十分反感，怒斥父亲荒唐胡闹，整日只想着让自己传宗接代，刻意大张旗鼓筹备这些事，只会让全城百姓看自己的笑话。萧父丝毫没有退让，当场和萧云征争执起来，直言萧云征24岁不成婚生子，才是旁人的笑柄，强硬要求萧云征立刻成婚生子。萧云征认为婚姻讲究缘分，不能强求。萧父却根本不信，气急败坏地和萧云征拉扯，甚至放低姿态，只求萧云征能早日诞下子嗣。父子二人争执不下，闹得颇为僵硬。与此同时，林秀兰带着2个孩子抵达了督军府宴会现场。入场前，林秀兰温柔叮嘱2个孩子，进入宴会后一定要懂礼貌、守规矩、克制言行，不能肆意吵闹。看着乖巧的2个孩子，林秀兰的心中满是心酸。6年来，她无数次暗自感慨，不知道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。哪怕对方只是普通士兵，自己和孩子也不用常年活在旁人的非议和欺凌之中，不用过得这般辛苦窘迫。距离宴会开场还有1小时，工作人员贴心的让母子3人先行休息，还主动拿出食物让2个孩子充饥，宽慰林秀兰督军素来喜爱孩童，不会因此怪罪。2个孩子乖巧进食，小心翼翼地遵守着母亲的叮嘱。不料林家众人很快也抵达宴会现场，看到林秀兰母子3人，立刻出言嘲讽，嫌弃3人衣着朴素、穷酸落魄，直言他们的模样会脏了督军府的宴会场地，若是惹怒督军，会连累整个林家获罪。林秀兰的丈夫大海当即放话，若是因为林秀兰连累自己被督军责罚，他绝不会轻饶林家众人。林秀兰的父亲连忙表态，会亲自处置林秀兰，彻底和她撇清关系，绝不连累家人。面对家人的冷漠与绝情，林秀兰满心失望与无力。就在这时，督军当众现身，林秀兰的父亲立刻上前跪地告状，当众揭发林秀兰未婚生子、伤风败俗的事情，极力撇清自己和林家的关系，声称林秀兰的所作所为与家人无关。一旁的家人也纷纷落井下石，抹黑林秀兰命带晦气，当年甚至克死了自己的母亲，品行败坏至极。督军原本就因儿子的事情满心烦躁，听闻众人喋喋不休的告状，瞬间怒火上涌，怒斥众人在自己心烦之时肆意聒噪，纯属故意找不痛快。府中女眷连忙上前认错，自责看管不力，放任闲人进入宴会现场。随后下人奉命，准备将林秀兰和2个孩子请出宴会。就在下人动手的瞬间，年幼的晨晨立刻挺身而出，挡在母亲身前，态度坚定地护住林秀兰，扬言谁敢欺负自己的母亲，自己就和谁拼命。混乱之中，有人看着晨晨的眉眼，忍不住惊呼他的样貌和年少时的少帅萧云征极为相似。萧云征恰好此时现身，晨晨恍惚间觉得眼前的男人十分熟悉，下意识想要开口称呼。林秀兰连忙出声制止，叮嘱孩子不要认错人。晨晨随即认真告知众人自己的姓名，名叫林佑晨，寓意庇佑的佑，星辰的辰。众人看着孩子酷似少帅的脸庞，纷纷心生诧异，就连萧父都忍不住感慨，或许是自己太过期盼孙子，才会看谁都觉得像萧云征。林秀兰的父亲连忙跪地求饶，自认教女无方，拼命为自己开脱。督军看着趋炎附势、颠倒黑白的林家众人，瞬间动了怒火，怒斥林父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身为父亲毫无德行，才教出诸多事端，当即下令拖下去杖责30军棍。林秀兰见父亲即将受罚，连忙开口求情，想要为父亲辩解。督军见他胆识过人，敢于直言，心中生出几分欣赏，暂时搁置了责罚，转而询问林秀兰2个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，表示自己可以为他做主，讨回公道。林秀兰心中满是顾虑，她深知若是说出孩子生父是督军府的人，旁人只会认为自己刻意攀附权贵，与其自取其辱，不如默默承受一切。思虑再三，她只能闭口不言，不愿透露任何信息。众人见林秀兰拒不交代，纷纷出言指责。
认为他是在刻意包庇孩子的父亲。年幼的星星看不惯众人诋毁母亲，污蔑父亲，当即大声反驳，直言自己的父亲不是旁人口中的奸夫，而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，等父亲打完胜仗就会回来和他们团聚。孩子真挚的话语并没有换来众人的善意，反而遭到了更多的嘲讽。有人直言，若是孩子的父亲真的是英雄，绝不会抛下妻儿，让他们常年受人欺凌，受尽苦楚，认定对方是没有担当的懦夫和逃兵。听着众人的恶意诋毁，林秀兰心中百感交集。她清楚记得6年前那个夜晚，对方身着军装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线索。6年时光流逝，所有痕迹早已消散，根本无从查证对方的真实身份。她不知道自己若是说出零星线索，督军是会帮自己伸冤昭雪，还是会将自己和那个男人一同治罪。林秀兰的父亲见她始终不肯开口，主动向督军请缨，想要亲自审问林秀兰，逼问出孩子生父的下落，还让人取来马鞭，准备严加逼问。懂事的陈晨连忙将弟弟护到身后，坚定地表示自己是男子汉，一定要保护好母亲和弟弟。小小的身躯撑起了全部的倔强。萧父看着孝顺懂事的陈晨，满心羡慕，忍不住感慨，若是自己的儿子萧云征能有孩子一半孝顺，自己早就如愿抱上孙子了。林家众人依旧不停抹黑林秀兰，颠倒黑白，声称家里辛苦供她进城读书，她却自甘堕落，在外厮混，未婚生子，败坏门风。就在林家众人肆意污蔑之时，陈医生奉命赶来少帅身边。与此同时，有细心的人发现了疑点，出面为林秀兰辩解，指出女子学堂学制固定，课程有限，林家的说辞漏洞百出，事情绝非表面看起来这般简单，其中定然另有隐情。督军听闻分析后，也察觉到事情不对劲，暂时停止了对林秀兰的追责，安排府中女眷私下温柔询问林秀兰的过往经历，宽慰她无需害怕，只要如实说出实情，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定会从轻处置，不会过分苛责。另一边，府中2位太太巡查时，不慎打碎了一只官窑瓷瓶，瞬间惊慌失措，生怕承担巨额赔偿。有人仔细辨认后告知2人，这只瓷瓶是赝品，底部没有官窑专属编号，无需太过惶恐。2位太太放下心来的同时，看着眼前的人，忽然生出几分熟悉感，总觉得曾经见过对方，心中暗自生疑，打算立刻将这件事告知少帅。